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超好用的写字漂亮技巧，可以帮助您把字写得更漂亮，改善自己的字体。这个学校没有教的秘密，让我来偷偷告诉你，那就是点数要直对。对了，提醒你帮这个影片按个赞，这样影片就会收藏在播放列表中，方便您复习观看哦。也邀请您订阅频道，分享影片，按赞收藏，让这部影片陪着你一起练字。今天要分享的写字观念是点数直对。我们以画面上方都市的市这个字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点数直对。点数直对的意思就是点画的下方如果有竖画，那么这个竖画要对着点画下方来书写，就像你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两个士字一样，它们的点画都对齐着竖画来书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，有了这个原则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写出好看的字。首先我们要先下第一笔的点画，第一笔下笔的位置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因为第一笔下笔的位置会决定你的字坐落在格子的什么地方。我们第一笔如果下笔的太偏左，那整个字就会偏左；太偏右，整个字就偏右；太偏上，字偏上；太偏下，字偏下。所以第一笔下笔的位置一定要先估计好。那我们下了第一笔的点画之后，接着我们要来拉横画咯。我们先看到上方的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士字，你觉得哪一个士字它的横画主笔比较明显？大家一定心里很快就有答案了。右边的士字它的横画主笔明显多了，左边的士字它的横画比较短。右边的士字我把横画给拉长，所以这个字的主笔很明显，看起来写起来的样子也比左边的这个士字来的有态度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拉长横画。好，拉长横画，第一笔下笔往旁边走，接着再顿笔收回，然后我们再写一个金，先下竖画，横折钩。再来要下最后一笔的竖画了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？点数直对，竖画沿着点画的下方，让它笔直的写出。接着我们看画面上的金字，金字也是一样，用到点数直对的这样子的概念来书写。但是在画面上的这个金字在书写上有一个蛮大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。金字的竖方向的笔画最突出就是这个竖钩，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横方向的笔画它没有伸展出任何一笔的主笔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笔画拉长，把上面的横画拉长，让它变成金字的主笔。所以我们重新书写一次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先写点画，接着拉一个长横画，接着我们写下方的口部结构，上大下小。紧接着在点画的正下方我们写一个竖画，接着撇跟点两点的位置要稍微往上缩一点，不能让撇跟点太下垂，我们让下方有一个像是微笑般的曲线，像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点点在上方一点，把撇撇在这个位置，这就是金字哦。接着我们来感受一下，点画跟竖画没有直对，那么字形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感觉？我们看到画面的右方，这个床的点画跟竖画就没有对在一条直线上。那我们再看左侧的床，左侧的床的点画跟竖画有对在同一条直线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字的感觉，是不是明显的右侧的床有一种歪掉的感觉？所以它的字体就比较没有抓到重心。那我们右侧的床呢，它让点画对上了直画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抓到字体的重心，就在这中央的部分。我们来书写一下床这个字，床这个字要应用到哪些书写的原则呢？我们就搭配着点数直对一起告诉大家。
首先下点画，接着横画，让它微微的上扬。再来我们要下竖撇，竖撇不要太长，因为等一下里面的木字有一笔的竖画，我们要拉长这笔的竖画，让它变成主笔。接着我们再下横画，一样微上扬，搭配着刚刚横画微上扬的角度。接着我们要下竖画，竖画让它笔直的往下延伸成为主笔。再来我们要下一笔的撇画，撇画从这个交汇点延伸出来。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的捺画，撇捺在字体的中间时，我们会让撇写的比较低，捺写的比较高，所以撇要在比较低的位置。等一下我们捺画在下的时候，从稍微下方一点点起笔，不要跟撇画一样从交汇点起笔，我们做个变化，让它在下面一点点起笔。然后呢，捺要高一点，好，往旁边延伸。好，这就是床这个字咯。记得撇捺在中间时，让撇低捺高，然后竖画直对点画，点竖直对哦。接着我们看到画面上方的这两个字，文章的章。文章的章，我们一样运用点竖直对的这个原则，虽然它的点跟竖中间有隔一段的距离，但仍旧要遵守点竖直对的原则哦。那我写了2个章，要给大家来动动脑想一想，你觉得文章的章字该延伸哪一笔成为它的主笔会比较合适呢？好咯，我要公布答案咯。答案就是左边这个章延伸主笔的位置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我们把主笔放在下方，这样子整个字看起来会有点笨重。如果把主笔放在上方，这个章字看起来脚会比较长，字形也比较优美些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文章的章给大家看。首先我们下一笔的点画，接着再下横画，横画的下方点撇顺着写下，接着我们要拉一笔的长横画，让它延伸变成主笔。再来我们要抓中间约字的大小，约字的大小大概跟上方的横画差不多宽。好，我们写约字。那由于是上中下结构的字，所以我们稍微写的比较紧凑一点点，让它比较不会看起来字体结构松散。好，再来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。好，接着呢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，笔直的对着点画的下方下，这样子文章的章字看起来结构上面就会很平稳哦。接着画面上方有几个字，同样也是运用点竖直对的原理下去做书写，地、同、空、庸、主、兴，帝王的帝。帝王的帝首先要下点画，同呢我们可以稍微上方一点，因为呢帝这个字呢有上中下3步的结构，所以我们稍微把点画往上抓。接着我们下一笔的横画，这个横画呢我们可以稍微让它有一个长度在。再接着呢我们下点画，点画直一点，撇画呢让它稍微有一点斜度。接着我们要下面这个部件，这个部件我们让它拉到最长，变成呢这个字的主笔，所以它起笔的位置就会比刚刚第2笔的横画再更外面一点。好，稍微往外斜出一些。接着呢我们再下横钩，横钩钩回的位置要比刚刚的横画再更往外一些。接着呢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，这一笔的竖画呢稍微的也往外斜出一点。好，再来呢再下横折钩的部分，我们让它笔直的下来，然后勾出。再接着呢在点画的下面直对竖画，慢慢的让竖画前进，然后收一个悬针笔。好，这就是帝王的帝咯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隔壁这边，隔壁这边呢有书写了一个帝，字的起头太低了，所以竖画很逼近格子的外框，所以我们把起头的第一笔稍微往上移，那么字就可以坐落在格子的正中间咯。接着我们来书写示范画面上的这个同字，画
画面上的这个筒字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左右两个部分来看。我们会发现左边的笔画，如果以纵线来区分的话，左边的笔画比较长，右边的笔画比较短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们让左边的部分笔画长些，右边的部分笔画短些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把重心抓在比较偏右侧的部分，可以去平衡字体上扬的斜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写第一笔的点画，我们抓在书画正中间写。第二笔的横画，稍微让它的起笔往左侧偏出。好，那这样子写出微上扬的横画。接着点画稍微直一点，撇画稍微斜一点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写一笔的横画。横画呢，要让它左边的部分比较长，右边的部分比较短。好，那我们大概横画就做这样子的安排。接着我们再下竖画的部分，竖画的部分稍微直一点。好，跟着上方做横折，这个横折斜一点。好，让它变成左边有点直，右边有点斜的感觉，去做一下口部结构的变化。接着呢，跟着上方的弧度做横画的上扬。再来，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。接着我们下竖画的时候，点跟竖画要直对，这是我们这次要带给大家的原则跟概念。在下一笔的横画的时候，我们让左侧的部分，如果以竖画作为区分，左侧让它稍长，右侧让它稍短。好，这个就是同字的示范。再接着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“空”这个字该怎么书写。空这个字呢，上面是一个血部，血部的上方是一个棉部。在棉部书写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上段的空间的安排。左侧的部分要短，右侧的部分要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一个字体，我刻意把它书写成左侧长，右侧短。你看是不是看起来感觉就怪怪的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书写空字给大家看。先下一笔的点画略直，接着点画往外斜出，接着横勾，左侧短，右侧长，组成棉部这个部件。接着我们下撇画，再下竖折，接着我们再下横画，让它上扬。然后呢，点画的下方直对竖画，再下一笔的横画。好，这就是空这个字哦。接着我们要来看画面上方的这个主字咯。主字在书写的时候一样点竖直对，那各个笔画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。点画下方有一点空间之后，我们才下横画。第一笔横画上扬，第二笔横画略平，第三笔横画我们会稍微下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示范主这个字咯。主这个字先下第一笔的点画哦，接着我们点画下方留一点空间之后，我们再下第二笔的横画。第二笔的横画我们要略让它上扬。接着第三笔的横画呢，第三笔横画不要缩得太短，我们只略比上方的横画短一点点，所以你就把你起笔的位置稍微内收一点。然后第二笔的横画要略平。好，接着我们下竖画对着点画。第三笔的横画要比这两笔都来得长，而且要稍微的压轨，所以它三笔横画之间有不同的方向，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留意的部分哦。接着我们来看心这个字，先下一笔的点画，再下横画略微上扬，接着点画再撇画，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的横画。好，再下压，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。那在最后一笔竖画的部分，对着点画，在我们略偏重心右侧的地方下竖画，让它以悬针的方式进行。悬针就是当你收笔离开的时候，会留下尖尖的像针一样的结尾，这就是悬针竖画哦。每一部影片，我们都分享了许多硬笔书写的技巧。如果你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学习，建议你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硬笔资料库。方法很简单，
按个赞，影片就会收藏在播放列表中咯，可以方便你统整学习。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想要延伸学习，留言栏和资讯栏处有更多的分享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